嗨，我是九月，今天来做翡翠羊釉，就像翡翠雕漆的玉石，晶莹剔透，非常的精美。但其实它是用柚子做的茶点，这就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荆州非遗雕花蜜饯。柚子只能选7月还未完全成熟的青柚，采摘的时间必须是早晨8点之前。这个时候的柚子经过了1个晚上的养精蓄锐，没有晒过太阳，水分更加饱满。古人很早就知道柚树结果太多了就长不大的，但是多余的柚果摘下来扔掉又很可惜，于是聪明的苗洞人就把它们雕刻出精美的图案，做成了蜜饯。不但平添了一份生活中的美好，还因为它精美的外形和甜蜜的果香，成为了皇室贡品。先把柚子表面的这层果蜡刮掉。夏季的青柚虽未完全成熟，但切开后也是果香宜人。这个时候的青柚肉质紧实，更容易雕刻出精美的图案。切成均匀的厚片，在清水中泡一会儿。仅仅只需要一把柳叶尖刀，在侗族的阿姐手中上下翻飞，一个个精美的图案就出来了。哇，这些雕刻的花纹不但精美异常，还寓意着平安喜乐。我也想试试，不过亲自上手后才发现，即便是清晨摘下来水分最饱满的柚子，肉质也是略带绵软的，并且有一定的韧性，下刀感觉艰涩阻滞，完全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柳叶刀在侗族阿姐的手里灵巧的好像一只穿花蝴蝶，在我这里就像一只到处乱撞的无头苍蝇。一个普通人想要雕出那样精致华美的雕花蜜饯，可能需要失败100次。雕花蜜饯传承了上千年，经过了苗洞姑娘的巧手代代改进，已是尽州一绝。想要学会，需要的不只是老艺人的言传身教，还有时间和练习。不知道练了多久，直到最后跟这里所有的果子都混熟了，才总算有点样子。每一次下刀都必须干脆果断，切面才能丝滑整洁。但是这种雕花又没有底稿，刻错一下就前功尽弃，所以只能把图案牢牢地刻在心里，才能做到以刀为笔，以釉为纸，一气呵成。雕刻好的羊釉清洗一下，再用沸水汆烫，直到果皮变成棕黄色。雕花蜜饯的色泽应该是果皮碧如玉，只需要重新添水，加上铜块和明矾，
煮上半个小时，果皮就会重新变成青绿色。煮好之后的柚子需要反复的浸泡和清洗，要把柚子里的敏感水全部洗净。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腌制了。柚子叠好，撒上白糖，盆底用小火微微加热，待白糖融化后，再把糖汁舀起来，反复浇上去。久而久之，糖汁就会浸透果肉，蜜饯也就开始变得透亮起来了。果皮清脆，果肉晶莹，看起来就像起莹的暖玉一般。至此，翡翠一样的蜜饯就算是做好了。其实除了柚子，冬瓜、茄子等蔬菜水果都可以在勤劳聪明的冻家姑娘手里变成精巧华美的艺术品，放到太阳下面曝晒，把夏日的阳光、果香都封印在了甜甜的蜜饯里。等到光阴流转，待到深冬，都能用它泡出一壶夏日的暖意。古人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样一块精美的雕花蜜饯，不只是美味生津的茶点，也饱含了荆州人民的生活情趣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跟我们也向往精致美好的生活一样，即是邂逅香氛湿纸巾，不只是随手便携的万能湿纸巾，它引人入胜的香氛也是一抹不可取代的精致。雕花蜜饯可以直接吃，咬一口脆生生的，清新的柚香和甜蜜蜜的味道，满口都是水果和夏天的感觉。也可以用来泡茶，它既是宫廷贡品，美如暖玉的茶点，也是巧手雕琢的艺术品，还是来自荆州大山里的苗洞人民用青釉封存的夏日浪漫。